阿奴好疼，阿奴好疼啊！少爷，饶了阿奴吧。少爷，你醒了。阿奴方才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不小心碰到少爷了。少爷别生气，别打阿奴了。少爷，我这是穿越古代了。这时，一股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疯狂涌入方勇的脑海，他竟真的穿越了。原主曾是金陵城的天才，却性情暴戾，骄奢淫逸，10余年便败光了方家万贯家财，气死父母，逼走兄弟，奴仆们纷纷离散，只剩管家林伯和暖床丫鬟阿奴。少爷，求求你别把阿奴卖去青楼，阿奴以后一定好好伺候你。眼前的阿奴正是原主的丫鬟，她日夜伺候方勇，却屡遭欺凌打骂。原主非但不珍惜，还数次想把她卖去青楼。畜生啊！那个，你冷不冷？要不我帮你暖一暖身子。少爷，今日怎么会主动关心阿奴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以前是我不好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打你了。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让我好好补偿你，可以吗？阿奴是少爷的暖床丫鬟，事情亦是职责所在，只求少爷以后少打骂阿奴一些，免得伤了身子骨，难以服侍少爷。还请少爷怜惜。少爷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崔大小姐带着崔府的打手讨债来了，您快收拾收拾逃命吧！我不是抵押了2间商铺给崔府吗？怎么还来要钱？就是因为您把商铺抵押给了崔府，崔家才会找上门来啊！那2间铺子的租金，您已经收到20年以后了。造孽啊！把租金收到20年后，这是人能干出的事吗？这特么就是畜生！崔府是地头蛇，要命！崔燕更是出了名的要财。这件事情林伯去，定有性命之忧。少爷，您从后门跑，老奴去给您争取些时间。林伯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这些年辛苦你和阿奴了，以后方家的大梁由我来扛。方秀才，给本小姐开门！你别躲在屋里不吱声，本小姐知道你在里面。你有本事骗我崔家的钱，怎么没本事开门啊？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本姑娘今天就把你家的门砸烂。没摔着吧？好你个方秀才，借了我崔家的钱不还就罢了，还敢轻薄本小姐，给我打，打得他妈都不认得他。是大小姐。崔大小姐，刚才要不是我接住你，你就算脑门不裂也得面容尽毁。我救了你一条命，你却如此对我，这就是你们崔家人的报恩方式。你还讲不讲一点道理了？在金陵城，本小姐就是最大的道理，给本小姐狠狠的打。崔燕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我有秀才功名在身，要是打了我，你们整个崔家都得遭殃。屁股后面绑扫帚，在本小姐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要是个举人，本小姐还真不敢动你，可你区区一个秀才，也敢在崔府面前耀武扬威？你们这些狗奴才不敢打，本小姐打。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本小姐就把你的第3条腿一起打断，看你以后还怎么风流。钱我确实没有，祖宅的房契倒是还在。若是崔家能再借我一些银两，我可以把房契也抵押给崔府。你想借多少？200两。什么时候还？3个月内。好，本小姐给你300两。若是你能在3个月内连本带利还清所有账目，我就把方家老宅和那2间商铺的房契都还你。若是还不上，别怪我崔家动真格。都退下。是大小姐。林伯，去把房契拿来吧。少爷，老宅是方家最后的资产了，不能再抵押了啊。你去拿来便是，过不了几天，我就能把房契赎回来。只要有这300两启动资金，我便能慢慢积累财富，赎回方家产业。立个字据吧。签字画押吧。这你都准备好了？看来崔府早就觊觎方家老宅，今日的一切都是一场预谋。好，很好。这300两是你的了。哦，对了，过2日就是百花楼的赏花大会，新来的几个姑娘模样周正，这300两应该够你在百花楼消遣几日了。赏花大会嘛，我会去的。狗改不了吃屎，我们走。林伯，你去百花楼帮我请苏小小过来，再去街上买些精致的小瓷瓶，顺便给你自己和阿奴多添置几套保暖的衣服。府里缺什么，你就都添置了。少爷，还是留着这笔钱
去城外买处安静的宅院度日吧，别再折腾了。林伯，还请你相信我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方勇了。你和阿奴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能改变现在的一切，重振方家。老奴相信少爷。辛苦林伯了，我帮你输吧，输完陪我做点体力活。谢谢少爷。好了，看看怎么样？好看，谢谢少爷。少爷这般娴熟的手法，定是经常给百花楼的姑娘们梳头发。少爷阿奴是不是没有百花楼的那些姑娘好看？怎么和你说呢？百花楼里的姑娘就像是散落在街上的野鸡，只要肯花钱，谁都可以得到。而你是最漂亮的村花，只有村里最有能力的人才有资格娶你。娶我？好痛，果然不是梦。少爷，要不你现在就娶了阿奴吧，就算是暖床的小妾，阿奴也愿意。你这丫头到底在想什么？一会儿掐自己，一会儿又亲我，算了，先干正事吧。都听少爷的。卧槽，古代的丫头都这么懂事的吗？阿奴，不是这个正事，我是想叫你陪我去后院摘腊梅花。啊，我先去找个篮子。天哪，我刚才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我不仅亲了少爷，还让少爷娶我，可少爷刚才对我还是那么温柔，换做以前，他早就把我打个半死了。难道少爷真的变了？你拿个小篮子够装什么？我们去取几个竹筐。是，少爷。二人拿了几个竹筐来到后面，方家后院种着10几棵腊梅树，二人撸起袖子采摘着腊梅花。不多时，二人足足采摘了5大筐腊梅花。少爷，咱们摘这么多腊梅是要做什么呀？做香水，一种比胭脂更好的东西。还有比胭脂更好的东西？当然，走，把这些搬去厨房，我给你演示。厨房内，方勇搭建了一个简易的蒸馏装置，随后将腊梅花倒进陶锅，点燃柴火，开始蒸馏。后天便是百花楼的赏花大会，我必须在大会前提炼出香水。第一步成了。哇塞，少爷，这东西好神奇啊！接下来就看苏小小对我还有没有留恋了。林伯，苏小小来了吗？来了。说吧，找我何事？苏小小是金陵城上一届的花魁，也是原主在百花楼的老相好，她重情重义，我赌的便是这份情分。我现在很缺钱，希望你能在赏花大会上帮我推广一种叫做香水的东西，帮我打开销路，赚取钱财。作为条件，我可以助你夺回花魁之位。香水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就是这东西，只要这东西推广出去了，咱们一定赚钱。等我赚了钱，你肯定能夺回花魁之位。香水？就是你这带着腊梅香味的水，这东西比胭脂水粉差远了。再说了，你骄奢淫逸的性子，金陵城内外谁人不知？就凭你也配助我夺得花魁之位？你现在看到的只是第一次提纯的成品，经过反复提炼后，香水的效果会比胭脂水粉好上100倍。普通胭脂水粉使用后会满面油光，香味不持久，长期使用还会加速皮肤衰老。而我提炼的香水香气可持久1天以上，对皮肤更是毫无损伤。此话当真？若世间真有此等奇物，绝非眼前这个废物秀才能研制出来。可若这香水真如方勇所说那般神奇，一旦推广开来，价格必是胭脂水粉的10倍。我知道你不会轻易信我，所以才特意把你请来。赏花大会虽说是百花争艳，但除了容貌，歌喉与诗词也是决胜的关键。你的天籁之声是江南一绝，为表诚意，我今日先赠你一曲。你看完词谱后，若是还不答应，我再去寻其他人便是。方公子，请。秦淮歌遍彻，巴彦才平分秋色。家具杯中游，歌5字风流。好一句家具杯中游，歌5字风流。方公子这个忙，小小帮了。想不到在金陵城中还有如此绝色的女子，不过小小还有一个条件。小小姑娘，你有话不妨直言。倘若方公子无法助小小夺回花魁之位，反倒败坏了小小的名声，这丫头就当是败坏奴家名声的补偿了。这丫头姿色出众，即便失利，培养阿奴成为青楼头牌，我也能稳坐百花楼一席之地。不可能，阿奴是我的女人，不是用来交易的商品。其他条件你尽管提，但阿奴绝对不可以。我答应你，只要苏姑娘愿意帮少爷，阿奴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丫头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万一你家少爷害我丢了名分，你是要随我进百花楼，供那些寻欢公子玩乐的。阿奴不想去青楼，但阿奴想帮少爷。方家资产耗尽，少爷已经拿不出能让苏姐姐心仪的赌资了，
阿奴是少爷最后的倚仗。既如此，我先教你唱曲吧。方勇将香水反复提纯的方法交给阿奴，随后带着苏小小前往课堂，专心教授他唱曲。弹唱结束后，方勇拿出一瓶提炼好的香水递给他。这是刚提炼好的，你拿去用用看能否推广。使用方法只需少量喷一点即可。好，那奴家便先行离去了。苏小小走后，方勇又去厨房忙碌了许久，直到深夜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卧室。正在暖床的阿奴见方勇进来，连忙起身让出半边床。少爷您来的正好，床已经暖好了。你也累了，快睡吧。少爷，阿奴可以和少爷做那种事吗？就是少爷和百花楼的姑娘们做的那种事。第二日清晨，二人还在熟睡，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少爷，有贵客登门了。林伯，你嘴里的贵客最好不是什么阿猫阿狗。少爷，是王介甫王大人。王大人升任江宁知府，路过咱们方家，想和少爷见上一见。王介甫出身大隋八大家族王家之脉，与方家祖辈是至交，更是进士及第。若是得到他的帮助，定能一帆风顺。阿奴，快随我去迎接贵客。方家次子方勇见过王叔父。畜生！方府的万贯家财就是被你败光的。你这个大不孝的东西，你连畜生都不如啊！我刚踏入金陵地界，便听闻方家次子的种种纨绔恶行，更得知你的父母竟被你活活气死。叔父教训的是，小侄这些年做了太多荒诞之事，更是酿成了家中惨剧。如今侄儿已经彻底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还请给侄儿一些时间，侄儿定会让金陵方家重回当年的辉煌。叔父一路餐风露宿，实在辛苦，还请进屋稍作歇息。侄儿这就去弄几道特色菜，给您老人家接风洗尘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小王八犊子耍什么花样。阿奴，你去沏茶。林伯，你出去买几坛好酒回来。是少爷。少爷，叔父，您先歇息片刻，小子这就去下厨。要是有辣椒和洋葱就好了，这般我的黄焖鸡才算得上一绝。君子远庖厨，君子远庖厨啊！方勇做好饭菜时，林伯正好买酒回来。二人落座后，方勇为王介甫斟满酒，加了一块鸡肉放入其碗中。叔父，这道菜叫做黄焖鸡，是小侄自创的手艺，还请叔父品鉴。作为读书人，没有寒窗苦读博得功名也就罢了，居然还学起了庖厨一类的旁门左道，这就是你想让老夫看到的改变。方勇，你太让老夫失望了。小侄并不认同叔父的观点，如果没有泥瓦匠修房砌瓦，就没有世人所居住的房屋；如果没有造纸匠制作纸业，那我们读书人参加科举时就得像千百年前一样在竹片上雕刻。在我看来，掌握一门技艺是人生存下去的手段，与读书并不冲突。世人皆以为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殊不知一个身无一技之长的读书人，一旦脱离家族供养，便会沦为一无是处的书呆子。这小子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。当年我被家族冷落，穷困潦倒之时，也曾自己下厨做饭。我何尝不知，读书需建立在温饱无忧的基础之上。你写几个字给老夫看看。阿奴，上笔墨。是，少爷。阿奴取来笔墨放在桌上，方勇思索片刻，抬手挥笔书写。王介甫看见他写下的字后，脸色不仅微微一变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好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既然你有决心改头换面重新做人，当叔父的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就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浪子回头。这味道竟如此美味。叔父，侄儿这黄焖鸡味道如何？即便是皇宫的宫廷盛宴，也比不过贤侄做的这道美味佳肴。那便多吃点。叔父，侄儿敬你一杯。老夫乘坐官驿马车进入金陵城的时候，遇到了崔家的家主崔元。崔家家主崔元，他急着找新上任的知府做什么？该不会是为了崔燕的事吧？不错，崔元的族兄崔衍是老夫朝中好友。崔元想要利用这层关系，让老夫以轻薄民女之罪把你关进大牢。叔父，崔家此前故意算计于我，如今又想通过叔父斩断侄儿后路，还请叔父通融，给侄儿一个重振方家的机会。老夫刚才说了，给你一个浪子回头的机会。崔大小姐的事，老夫会给崔家一个交代。叔父之恩，侄儿铭记于心。老夫是家中庶出，在老夫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方家几次派人送老夫进京赶考，
这份恩情老夫不会忘。不过你与崔家的事儿，老夫不会帮你。3个月内你还不清债务，依然要滚出方府。叔父您就放心吧，侄儿有办法，欠崔家那些银子根本不是事儿。大言不惭。罢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今日就先告辞了。叔父，我送你。方勇将王介甫送出府后，转身便回到厨房继续捣鼓香水，直至深夜方才停下。当他回到房间准备休息时，发现阿奴忧心忡忡地站在一旁。阿奴，你不提前给本少爷暖床，在这里站着干什么？暖床之前，阿奴想先给少爷暖暖身子。少爷，要了阿奴吧，阿奴想做少爷的女人。傻丫头，你最近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？今晚过后，苏姑娘就会来要人了，阿奴再也不能服侍少爷了。阿奴真的很想把身体交给少爷，阿奴不求其他的，只求少爷要了阿奴。傻丫头，我不会让苏小小带你走的，相信我，等我赚了钱，一定风风光光把你娶进门。快睡吧，今晚让少爷给你暖床。少爷，您醒了。阿奴去哪了？少爷，他早早便出门了，说要买一些生活物品回府备着，恐怕是担心日后没人能照顾好少爷。真是傻丫头，不过今日过后，我会让你和阿奴见到不一样的我。老奴相信少爷，定不会让老奴失望。林伯，准备一番，午饭后带上我的香水，我们去百花楼。是。哟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金陵方家的二少爷啊！今儿个百花楼不接待二少爷这样的客人，您还是去别处快活吧。有钱都不让进吗？切，二少爷要是还能像从前那样，随手扔几千两银票在地上，老娘还真得给你几分薄面。200两还是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滚！要是敢闹事，休怪我不念往日情分。徐妈妈，我是来参加赏花大会文斗的。要么自己滚，要么老娘叫人揍得你满地打滚，你自己选。让他进去。崔员外，您可让奴家好等呀。哟，这不是方家的败家子方勇吗？我们崔府花了整整5000两白银力捧上届花魁骆芳华，是这次赏花大会的座上宾，不像某些贱种，连进百花楼都要人施舍。他就是方家的那个败家子啊，长得倒是一表人才，没想到是个丧尽天良的玩意儿。是啊，方员外那么好的人都被这败家子活活气死了。方员外当年还想和我们家定娃娃亲，幸亏老爷没答应，不然我女儿早就被这畜生糟蹋了。老子的儿子要是像他这样，老子一巴掌把那崽子拍死在墙上。珍惜你最后一次风流快活的机会吧，说不定一会儿从百花楼出来，你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。林伯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少爷，您小心。哟，这不是方家少爷吗？今年怎么不上4楼快活了？家中穷困潦倒，只能在楼下看看热闹了。鄙人黄远山，京城人士，初来乍到，不知百花楼遴选花魁的规矩。听程兄说，方公子对这里很是了解，故此特来请教。黄公子破费了50后江南各地选出的8位青楼头牌，会依次上台表演才艺。这些佳人皆是技艺傍身的绝世美人。表演结束后，宾客投票，票数最多者便是本届花魁。不过文人墨客们更期待的是后面的文斗。这我就比方公子清楚多了。若能在文斗中拿下魁首，便能获得与花魁共度良宵的机会。以往都是谈论风雅，不能碰花魁身子。可这次百花楼改了规矩，除了饮酒作乐，甚至可以寻欢作乐。哈哈。各位宾客，今日是百花楼3年一度的赏花大会，8位佳人即将登台献艺，选出本届花魁。随后便是文人墨客的文斗大赛，敬请各位品鉴。苏小小竟是第一个登场，枪打出头鸟，第一个出场，若不能惊艳众人，后续投票定会吃亏。好浓郁的腊梅花香，是从苏姑娘身上传出来的。素妆出演都这么漂亮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出众。她身上没有香包，也没抹胭脂水粉，这香味怎么来的？苏小小抱着琵琶半遮面容，向台下微微躬身，随后坐到舞台中央的板凳上，指尖轻拨琴弦。各位宾客，闻到的腊梅花香来自一种名为香水的新物件儿。今日我带来的新曲也出自此物的主人之手。只为隔壁草，把一情平分秋散。
佳句杯中游，歌舞自风流。短短10个字，写尽世间风流。好一句，侠骨柔肠，艳冠八方。这一曲新词，当真配得上老夫一壶好酒。好，太好听了！苏小小，苏小小，苏小小。一曲唱毕，苏小小起身向台下躬身行礼，准备退下舞台。一道声音从5楼的阁楼北面传来：“姑娘，请留步。姑娘可否告知寡人，这首绝世佳曲是何人所作？”回大人的话，此曲乃是金陵方家次子方勇所作。奴家身上散发出的腊梅香味，乃是名为香水的物件所制。这香水也是方家次子方勇公子所赐。什么？是那个败光方家万贯家财，气死亲生父母的方家次子？那方家次子向来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，怎么可能有这般过人文采？定然是偷来的，说不定是从哪个落魄文人手里窃来的词曲，装成自己的作品。对，偷的，肯定是偷的。方家次子方勇就在那里。公子有礼了，敢问公子，这位姑娘方才弹唱之曲，当真是公子所作？是。话音刚落，方勇趁机掏出随身携带的腊梅蒸馏液，抬手举起瓷瓶，继续开口：不仅这首曲子是在下所作，苏姑娘身上的香水亦是在下研制而成。这香水是我倾尽心力、耗尽积蓄打造的新型化妆品，只需喷洒少许，香味便可持久一整天。方勇拧开瓷瓶，将瓶中的香水倒在掌心，用力向四周一洒。不学无术的败家子，凭你也配做出这般惊为天人的东西？谁会信你？诸位若是不信，明日可前往知府衙门外的街道，在下会在那里售卖香水，各位可亲自查验购买。姑再问你一次，那青楼歌姬弹唱之曲，当真是你所作？方公子，此人是咱们大隋唯一的异姓王，勇武王徐凤仙。他手握江南所有兵马的调动权，是当今陛下最信任的心腹之一。回禀王爷，苏姑娘方才弹唱之曲确实是小人所作，绝无半句虚言。在座宾客皆不信你能做出这般精妙词曲，你可愿再作一曲，证你所言非虚？全凭王爷吩咐，不知王爷想要什么样的曲子？便以典狱司为题吧。回禀王爷，草民心中已然有了此曲，只是若要教授他人弹唱，需耗费些许时间，恐误了王爷雅兴。小人斗胆，恳请王爷允许小人亲自上台，为王爷与诸位宾客演唱此曲。允。大人万万不可信他，这就是个败光家底的酸秀才，根本不懂什么词曲。废物，快滚回家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玷污了王爷的耳朵。方家生出你这样的畜生，活该家破人亡，滚出百花楼！滚，快滚！世人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，我安然处之。再过几年，尔等再回头看我。戏腔一出，原本喧嚣的阁楼渐渐安静下来。昨夜梦游去，上台墨字添新，将去又一句，北雪踏天雨，洒烟纷飞火朝夕，尽管缠头刺苦人诉发起。一曲终了，安静的人群中瞬间沸腾了起来。好，太好了！此曲美妙绝伦，乃是上上之作。老夫走南闯北，混迹青楼60余年，这般天籁之音还是第一次听闻。方家公子文采斐然，惊为天人，绝非传闻中那般不学无术。此前传闻方家次子荒淫无道，不学无术，今日看来纯属诽谤。方公子这般才华，绝非寻常文人可比。此曲摄人心魂，让老夫想起了20年前死在战场上的兄弟。多谢方公子，让老夫得以一抒胸臆。从今往后，金陵城内外所有人都该对我方勇另眼相看了。王爷献丑了。方家少爷，我家小姐有请。你家小姐？
是她。江南奇女谢道韫，10年前元宵灯会的惊鸿一瞥，让当年的天才少年自此情根深重。谢道韫一句高中状元便应婚事的戏言，成了压垮原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带我去见她。多年不见，你最近还好吗？坐吧，我很好。父亲打算给我安排一门亲事，我暂时还没有答应。你刚才唱的曲子很好听，那2首皆是上上之作，即便是朝中大儒也难写出这般意境。繁花落虽佳，但骆芳华3年前便凭此夺得花魁，你的曲子比之更胜一筹。如今柳青青、梁红玉与骆芳华皆已登场，永武王却只为苏小小表过态。不出意外，方公子扶持苏小小登顶花魁的计划成功了。谢小姐直言吧，找我上来究竟有何用意？爷爷年迈，父亲常年征战在外，谢家这些年的产业皆由我打理。谢家在胭脂水粉上的生意近来不甚景气，我听闻方公子手中有一款腊梅蒸馏液，香气独特，故而想与公子合作，将这香水放入谢家的胭脂水粉店售卖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方公子先别急着拒绝，不妨听听我的条件。若合作达成，谢家愿分公子2成利润。此外，我还会派10名家兵保护你的安全。你离开百花楼后，他们定会想方设法威逼你交出制作方法，或是用强权低价收购。金陵城中，唯有谢家有资格培养家兵，也唯有谢家能护你周全。有多大能力，便做多大生意。方公子如今势单力薄，即便有再好的赚钱手段，没有庇护，也只会沦为他人眼中的肥肉。轻重利弊，我已言明，如何选择，全在公子。看来我除了与你合作，也别无选择了。但在合作之前，我需要谢家给我一个承诺。什么承诺？将来有一日，如果我和崔家争斗到了你死我亡的局面，谢家必须站在我方家这一边。切，凭你也想和崔家斗？且不说崔员外有一位在朝廷吏部做官的族兄，江南各地的官员乡绅都要对崔家礼让几分，就是崔员外本身的才识，也是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过的。人若欺我，我必还之。他日方家崛起，我必让崔家妇女再无翻身之日。你只需要告诉我答应还是不答应，其他事我自会谋划。行，我可以代表谢家答应你。倘若你日后拥有能和崔家针锋相对的实力，我们谢家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。多谢，等我有了充足的资金，量产香水之后，会通知你来取货。来人，写下字据。你手里现在有多少这样的香水？售价几何？产量又如何？3两银子，2斤腊梅花，最多只能提取出这么1小瓶香水，且工序繁琐。这还是建立在腊梅本身香味浓厚的基础上。如若换成桃花或者其他香味比较淡的花朵，至少10斤花朵才能提炼出这么1瓶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还能制作出其他花味不同的香水？当然，谢家愿意为你提供所有能找到的鲜花，希望你制作出其他香水后，也能把金陵城以外的售卖权交给我。我目前只能做出腊梅香水，用其他鲜花制作香水只是我的初步设想，暂时还没办法真正的制作出来。等我有条件制作出来的时候，再谈其他合作的事吧。只要你答应把香水的售卖权交给我们谢家，不管什么条件你都可以提，哪怕是让谢家和崔家为敌。如果我说让你嫁给我，我才答应呢。10年前我就和你说过了，我谢道韫此生只嫁看得上眼的金科状元。这不仅是我自己的想法，也是父亲的决定。你要是能把其他的香水都交给我们谢家售卖，倘若你日后进士及第，我去父亲那儿说说好话，看在今日的情面，父亲也不是不可能答应。那就等我进士及第后再说吧。这家伙当年明明那么喜欢自己，如今自己都放下身段恳求了，他怎么反而不答应了？小姐，自己你好啦。罢了，一会儿还得帮王爷办事，不能再在他身上继续耽搁。利用我们谢家在胭脂水粉店在大隋的影响，可以把你的腊梅香水提高到10两银子1瓶。按照你刚才说的，谢家会以3两银子1瓶从你手中拿货，售卖之后扣除给官府交的税银，剩下的利润方公子可以再拿2成。好，只要搭上谢家这条线，分多少都无所谓。第1批香水，明日我会在知府衙门前亲自售卖，后续提炼之物尽数供应你谢家胭脂水粉铺。改日我会登门拜访公子，今日尚有急事处理，不便久叙。王介甫，且看我如何站稳脚跟。你这败家子也敢来凑豌豆的热闹？劳烦老师核对答案。至少需猜中8题方可通过，这些都是最难的谜题，你还是去街上再选先一猜的来吧。多谢老师关照，学生已猜出这8题答案。自视甚高，且说来听听，错一个便趁早离开。
清浊分流，自迷为清；繁花似锦，自迷为艳。休要丢人现眼，自迷为相。苗头不对是敌，年终岁尾，不缺鱼米是邻。5句话概括为3言2语，无底洞，因为深不可测，笑死人，乃是乐极生悲。对了，居然全对了，这速度，江宁书院的举子也未必能及。方公子这边请，第1轮选拔已然开始。学生见过范大人。有答案了。回老师的话，学生已有答案。那便开始吧。烟锁池塘柳，炮震海城楼。绿水本无忧，阴风骤面。青山原不老，惟雪白头。道者莫来，道者来。闲人免进，闲人进。好对，好对，这3联乃是千古绝对。老夫苦思3日3夜的下联，竟不如方公子这顷刻间所作，实在刮目相看。方公子楼上请。今年文斗规矩有变，谁能最快通过4轮比试，便是魁首。已有不少人进入第2轮，还请珍惜时间。谢老师。昨晚才言明浪子回头，今日便在青楼参加文斗，叔父不得误会我吗？拜见叔父。你做的2首曲子很不错，还请叔父体谅，以侄儿如今的境遇，想要改变世人看法，文斗是最快的捷径。方家存亡之际，侄儿没时间等待除夕诗会或元宵灯会。选一题作答，正确便算通过。方勇略过简单算术题，取下旁侧最难的考题。王介甫猛地起身。你知道这是什么题？上届乡试压轴题，江宁郡仅3人答对，你糊涂啊！取下题目便只剩2刻钟作答时间，2刻钟内给本官答案。鸭子16只，龟14只，居然对了！短短几个呼吸，竟解出了乡试压轴题，人才啊！快上楼去，楼上皆是大人物，务必谦卑恭敬，不可肆意妄为。侄儿谨记叔父教诲。学生方勇拜见老师。不错，老夫欧阳文忠，乃4楼监考考官。学生久仰老先生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实乃幸事。2时辰内完成桌上考题，答对70%以上即为通过。欧阳老先生，学生已经写好了。才过2刻钟，不再检查一番？已有前辈先上5楼，学生赶时间。只做了80%题目，正确率却达9%。你很不错，希望明年乡试榜单上能见到你的名字。方公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皇兄，这位是前乡试解元王晨大人，现任县衙县丞。不必多礼，安心等候便是。敢问皇兄，最后1轮考题为何？屏风后的姑娘，让我们根据窗外景色作诗。等第8人上楼作诗后，姑娘便会给出排名。排名第1者，可与花魁共度良宵，还能得姑娘一个力所能及的承诺。姑娘，竟是女子坐镇最后1轮。小人斗胆，请问考官，方才皇兄所言是否属实？是。是谢道韫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坐镇文斗最后1轮？姑娘，在下心中已有诗作，不知是直接念出还是写下。先闻其声，再观其人。此诗名曰《雪》，瑞雪落分华，随风一向斜。地平铺作月，天穹洒成花。客满烧烟社，牛牵卖炭车。吾皇悠斜旷，犹自问君家。好一句瑞雪落分华，好一句犹自问君家。黄公子这首诗乃是难得一见的上上之作，多谢姑娘夸奖。我的诗也做好了。哦，公子请。此乃打油诗，名为卖炭翁。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，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卖炭得钱何所营？身上衣裳口中食，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怨天寒。夜来城外一尺雪，小驾炭车碾冰辙。牛困忍积日已高，市南门外泥中歇。偏偏2骑来是谁？黄衣使者白衫儿，手把文书口称敕。回车赤牛牵向北，一车炭1000余斤。关使区降西不得，半匹红纱一丈绫。细向牛头冲炭纸。我的诗做完了，还请姑娘指教。此诗无景，却字字句句都在写景。小女子才疏学浅，无法对公子的诗作给出评价，还请公子将此诗写下来。2个时辰内，百花楼会公布最后排名。距离公布排名尚有时间，不知在下能否有幸与方公子共饮几杯？
荣幸之至。王大人心中可有决断？还是由各位大人定夺吧。此8人中，1人与本官有旧，且老夫已认出其字迹，贸然决断，恐有失公允。欧阳老先生以为呢？老夫认为这2首最佳。你认为呢？小女也认为卖炭翁最好。另一首虽是佳作，但那位公子写诗时心乱了。如此，便公布榜单吧。此番事了，还要劳烦知府大人替本王多跑一趟。能为王爷效劳，是下官的福气。现在公布今年赏花大会文斗榜单，文斗魁首，金陵方家次子方勇。今晚和我同床共枕的人，居然是他！文斗第2名，京城黄远山；文斗第3名，金陵崔家3子崔浩。魁首是方家次子方勇，这怎么可能？他连4书5经都背不全，何来资格？我曾是他的授课老师，他的德行我最清楚。这场文斗定有黑幕。不公平！公开考题答案，否则绝不承认。你去公布考题答案。是，王大人。这烟锁池塘柳，炮震海城楼，堪称千古绝对。金木水火突字对应，意境反转。老夫写了40年对联，自愧不如。好一句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怨天寒。读来鼻酸，这是写楼下那卖炭老王吧？我这就叫管家请老汪回家过冬。听说方公子从选拔到登5楼，总共才用了不到3刻钟，黄公子也只慢1步。原来方公子竟是藏拙啊！不争气的东西！父亲，您别再责怪3弟了，他已经尽力了。谁能想到方勇竟藏得这么深？就算没有他，那京城黄远山也会抢走魁首的。藏拙！方员外去世后，方家只剩他一个孩子，在金陵这虎狼之地，唯有装疯卖傻才能活下来。汪介甫念着旧恩，又赶上这特殊的文斗，竟是让他潜龙出渊了。小小年纪，城府竟如此之深，此子断不可留。是老夫低估了他，才让他抢了攀上凤凰枝的机会。恭喜方少爷抱得美人归，更贺方少爷即将入永武王府。以后您到了王爷座下，若有机会，还请看在往日情分，给在下谋个差事。永武王座下，方少爷竟不知道，这次文斗本就是永武王授意举办的，魁首可获聘为永武王府幕僚，否则百花楼怎敢请斗欧阳文忠、王大人这些大人物？幕僚虽非朝廷正式任命，却是王侯家臣，在1品王府最少也是9品官。有了这身份，崔家便不敢轻易动我。黄公子似乎并不愿见我成为永武王的幕僚。自然不是，只是以方公子的文采，屈居永武王府做幕僚，未免太自降身份。京城街上9品以上官员随处可见，机遇远非金陵这弹丸之地可比。你若随我去京城，定能大展拳脚，我也愿助你一臂之力。多谢黄公子好意，只是金陵有我牵挂之人，暂时无法脱身。他日若有机会去京城，定登门求公子引荐。恭贺方公子夺得赏花大会文斗魁首，新任花魁苏小小苏姑娘已在房中等候多时，特意吩咐小女子来问，不知方公子何时上楼与苏姑娘共度良宵？让苏姑娘久等了，我这就去。你让我很意外，我曾设想过服侍很多人，唯独没有想过会是你。你也让我很意外，昔日我出重金，你都不愿破例，今日却……我想要的从不是花魁之位，是自由。我们在踏进百花楼的那一刻，肉体便不再属于自己。我们学吹拉弹唱，琴棋书画，不过是盼着有朝一日能遇个良人赎身离去。我2岁入楼，22年了，清清白白嫁出去的，屈指可数。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吗？今晚我就是你的人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乖乖听话。还是算了，我不喜欢强求别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？我现在不仅愿意，还迫不及待。实话告诉你，今晚我必须做你的女人。徐妈妈说，只要服侍好你，未来3年我不用再接待其他男人，金陵城内也能自由出入。可若是失败，从明天起我就要接待所有寻欢的客人。是因为永武王？徐妈妈与他是远房兄妹，对吗？不错，徐妈妈想借永武王做靠山，便用我的身体讨好你，再让你去他面前吹耳边风，这就是他的算计。万一永武王听闻我往日的名声，不肯招我做幕僚呢？那便与我无关了。卖身契在徐妈妈手上，她让我做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我命贱，活在当下就好。
如果我说的是如果有一天你科举高中，你愿意像说书人口中的寒门学子那样把我赎出青楼，与我成婚生子吗？果然，世人皆看不上我们这类风尘女子。你若是能为我守身如玉，他日我定会抬着轿子来接你。天刚蒙蒙亮，方勇从百花楼回到方府，拿着香水来到知府衙门外售卖。昨日我已与谢家主事人谢道运商定，第一批香水底价10两银子1瓶，每人限购3瓶，今日共103瓶，价高者得，售完即止。我出20两1瓶。我是王家管家，我家老爷愿出30两。35两，38两，40两，50两，不能再多了。朝廷有规，单价超50两需官府登记，流程下来得10天半月。你若诚心卖，便以50两1瓶作价。好，就50两1瓶，先到先得。众人蜂拥而上，纷纷递上银子或银票，香水很快便一售而空。诸位，此次没买到香水的，不必灰心。第2批香水会在谢家胭脂水粉店售卖，价格会更实惠，届时可前往选购。方大人，知府大人已在后院等候多时了。叫什么大人？是想让我惹祸上身吗？不，小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一点小心意，劳烦各位兄弟多关照，就当我请大家吃饭了。鄙人真德帅，是知府衙门的典狱副使，公子日后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吩咐在下。走吧，别让知府大人等久了。小侄方勇拜见叔父，拜见各位大人。叔父，这是我今日卖香水所得银两，烦请您找人核算税钱。还未到当值时间，公事到公堂再说。过来坐下，一起吃个便饭。是。贤侄先尝尝，评一评咱们知府衙门的饭菜味道如何？叔父，各位大人，恕小侄直言，这饭菜应该是厨子忘了放盐。你干嘛这么大反应？是你让我尝的啊！恭喜你答对了。哎，江南沿海乃产盐圣地，天下7成食盐皆出于此。可这里也是倭寇常年盘踞之地。自去年开春，倭寇肆虐，盐官无法出海制盐，大隋用盐紧张，朝廷竟要耗费重金向倭寇买盐。倭寇拿这些银子购置铠甲武器，我们这是在助纣为虐啊！王爷数次想清剿倭寇，可每次行动，他们都先断盐路，回盐田，退至海上，大军一撤，便卷土重来。此事已困扰王爷多年，老夫想问问贤侄，可有对策？这是给江南道所有官员的考题，也是给你的考题。王爷已将幕僚之事交于老夫，你若想不出解决之法，莫怪老夫不念旧情，亲手断了你的仕途。没有海盐，我们可以吃矿盐啊！江宁、徐州、常州皆有大量盐矿开采出来，足够大隋食用几千年。不学无术的庶子，盐矿寒毒，人世之轻则乏力水肿，重则丧命。工部尚且尝试失败，你也敢大放厥词？老夫昨夜未眠，竟被王大人硬拉来考察你，当真是多此一举。行不通，是因为你们没问过我，如今问了，此事便可行。只要将毒盐矿提纯为食盐，大隋便无需向倭寇购盐，再断了倭寇的粮食供应，防其内陆进犯，不出3月，倭寇必不战而败。把毒盐矿变食盐，这是老夫今年听过的最大笑话，工部都做不到，普天之下还有谁能？在下不才，应当可以。诸位大人若是不信，可取些毒盐来，在下当场演示。启禀王大人，牢狱库房中尚有给犯人用刑的毒盐矿。既然方公子如此自信，不如让下官去取来，让他一试。那便依你所言，你这般不知天高地厚，老夫便让你试一次，也好让你知难而退。这也是为你好，还需什么东西？老夫即刻让人准备。3口铁锅、锤子、水盆、草木灰、米酒或发酵面粉、细密纱布、大量木柴和清水。若能找2人打下手，速度会更快。去准备。是。粗盐提纯，连工部都束手无策，一个败家子能有什么门道？启禀知府大人，您要的东西已备妥，放在后院空地上。开始吧！你若是敢诓骗我等，后果你可清楚。小的明白。方公子，典狱司大人让我和我堂弟甄德仇给你打下手。先打几桶水来，1口锅起锅烧水，再把草木灰研磨至最细。
盐矿与海盐本质无差，海盐可直接食用，是因海水已净化杂质，盐矿埋于地下，与有害杂质结合，这便是诸位口中的毒。只需清除杂质，便可与海盐无异。甄德帅兄弟二人迅速提来水桶，燃起柴火。方勇舀起温水，将碎盐矿倒入盆中搅拌，待其融化后，用纱布过滤掉大颗粒杂质，再加入研磨好的草木灰与发酵老面团，反复搅拌。草木灰含碱，老面团中的碳酸钠可与盐水发生反应，去除水溶性杂质。方勇将过滤后的盐水倒入第二口热锅，很快锅中出现了雪白的盐块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张大人尝一尝。小人愿意以身试毒。是盐，是最好的精盐，各位大人尽管试，这味道与毒盐天差地别。我来尝尝。是精盐中的极品，他居然真的把毒盐矿变成了精盐，太神奇了！若将此技艺上报朝廷，我大隋再无缺盐之忧。方公子此举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枉我身为盐官，对制盐的了解竟不及公子万一，实在有愧官帽。众官员见状，纷纷上前尝盐。真的是盐，比官盐还要纯净。大隋盐矿无数，今后百姓再也不用吃不起盐了。方大人此举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呀！叔父刚才叫我什么？方大人，怎么不喜欢这个称呼？喜欢，太喜欢了。王爷让你当低等幕僚，最多挣9品官，但你若将制盐之法写下上报，最少连升3级，官至从8品，未同县城。何止3级，工部定会重用，6品起步都有可能。请叔父准备笔墨，我这就写下制作方法与配料比例。制盐之法必须上报，但不是现在。古语有云：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官场亦是如此。若挖井人把井填了，你一辈子都别想得到水喝。本官会派人百里加急奏请王爷，不出几日，永武王定会亲临方府与你赏赐。是侄儿鲁莽了，叔父的教训，孩儿谨记在心。快到上堂时间了，老夫先安排人给你清点税银，交完税银，你就速速回去打扫宅院，等待王爷驾临。老夫一会儿安排几个侍卫送你回去。是，叔父。事情办妥后，方勇带着完税剩下的4100两银子走出衙门，满心盘算着赎回老宅。甄副使，方公子有何吩咐？是小的说错话了，小人忘了改口，还请方大人恕罪。叫什么大人，喊兄弟就好。既然我认了你这个兄弟，便是一辈子的兄弟。你身为典狱副使，看管犯人，整理卷宗，想必知晓金陵城附近有没有犯过事却已出狱之人。最好是重情重义、走投无路，或是能舞枪弄棒的。还真有几个靠谱的，等我回去翻查卷宗，定给兄弟推荐最合适的。这些人既能帮我扩大生产线，日后也能成为我的臂膀。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唯有自身实力过硬才是根本。不对劲，方家常年闭门谢客，今日怎会门户大开？一个老不死，一个小贱人！若不是你们服侍方勇那个败家子，他怎会活到今天？怎会抢了我弟弟的魁首之位？我弟弟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，都是你们害的。不可以打阿奴，谁都不可以。这老东西命真硬，换做我崔府家丁，早被打死了。把他拖到一边去。长得倒是漂亮，怪不得那败家子不卖你，想来是被他蹂躏的极好。若是让方勇知道他宝贝的女人被其他人糟蹋了，会是什么表情？这女人赏给你们了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若是能把她玩死，本小姐再赏每人10两银子。谢小姐。不要，求求你们，给我滚开！少爷，少爷您回来了。方勇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看看你的狗奴才，害我弟弟成了废人。今日我便是来替他报仇的。崔燕，我要你死！给本小姐抓住他，打死他。林伯含辛茹苦养活原主，阿奴不离不弃，他们是自己在这世上仅有的牵挂，谁也不能伤害。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啊！知府衙门办事，所有人住手！甄副使救我，快救我！方大人，住手！你现在还是平民，无权动他。崔大小姐的三叔伯崔衍是吏部司封郎，封官赐爵的卷宗都要经他手。你杀了他，不仅升不了官，
连小命都保不住。权势，我必须拥有权势。能找到大夫吗？还不快去请！给我打死他！我命令你们打死他！我看谁敢！崔大小姐，方公子已被录用为永武王府幕僚，他研制的毒盐提纯之法，知府大人以百里加急上报王爷，此事关乎大隋食盐命脉，司封郎也保不了你。方勇必须死，否则崔家必遭灭顶之灾。今天谁能打死方勇，本小姐赏1000两银子，我保你们性命无忧。把动手的人都抓起来！永武王驾到！偌大的方家，本王还以为空无一人，原来都在后院。大胆刁民，见到王爷竟敢不跪！救他！求你救救他！他快没时间了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只求你救他。从穿着看，他不过是个奴才。本王驾到你不跪，却为家奴下跪，为何？他不是家奴，是我的亲人。15从军，60有妻，与先祖父是同僚，膝下无子，守护方家半生。60有妻，15从军，40年前兵荒马乱，能活下来的都是隋先皇平定天下的功臣，百不足一。如此忠勇，为死沙场，却险些丧命于平民鞭子下，谁干的？回禀王爷，是民女。你可知他是什么人？是守护大隋太平的伟人。刺袍，继续打，用你的鞭子打他。民女不敢，鞭笞蟒袍是大逆之罪。哼，那打他总敢了吧？来人，赐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金陵方家次子方勇，学识过人，德才兼备，可谓家国社稷之用。江南道人才贫瘠，永武王身边无才可用，特诏为永武王做下幕僚，官拜正九品，官职暂由永武王安排。钦此。武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方大人，披上吧，一会儿人家姑娘还要打你呢。现在你可以打了。民女知罪，殴打朝廷命官亦是死罪，民女不敢，求王爷开恩，莫要牵扯崔家。这是一次警告，莫要让本王知道有第二次。滚吧！多谢王爷开恩。站住！方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这700两连本带利，还给你们崔家、方家老宅，还有金陵城中那2家商铺的房契，烦请崔大小姐一并归还。房契早已交到家父手上，此事我做不了主，你得去问我爹。让你爹亲自送过来，这是本王的命令。谨遵王爷吩咐。劳烦华神医务必尽一切手段救治好这位老前辈。老友身子骨硬朗，无致命伤，只是皮肉伤过重，需卧床静养一阵子即可。如此甚好，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，其余的随本王进屋详谈。王爷稍等片刻，我这就把盐矿提纯配方写下来。王爷，这是盐矿提纯的详细方法，每一步都标注清楚，若有疑问，下官可随时演示。暂时不必，本王已派人开采盐矿，后续会奏请朝廷，让你培养一批能为工部效力的匠人。谨遵王爷吩咐。本王12从军，17岁遭城防营排挤，被贬为典狱司，戎马一生，见惯了逆境求生。你可知今日为何放崔燕一条生路？因为关系链，杀了崔燕，便会牵扯其背后的家族，甚至得罪朝中一众势力。说得不错，崔家祖上出过刑部尚书，如今崔燕的族兄在吏部任从4品司封郎，深得陛下赏识。崔家之系遍布朝野，核心早已迁至关乎附近。更重要的是，崔燕是崔家嫡系唯一的女子，司封郎有意将她许配给礼部尚书4子联姻。今日动了她，你的性命能否保全，便不是本王能掌控的了。原来徐凤仙竟是在暗中保护自己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台阶要一步一步踏。本王当年的逆境比你恶劣100倍，你让本王看到了当年的影子，故而愿意给你向上攀爬的台阶。至于能爬多高，全看你的本事。谢王爷提携，下官谨记教诲。家臣无需多礼，但你要记住，家臣终究是家臣，出了这方府，便不再是臣。读书不可荒废，唯有科举高中，你才能真正拥有一展抱负的机会。私话说完，寥寥公事，炎黄问题已解，但本王这里还有一棘手之事，需你出谋划策。若能解决，本王便给你最想要的权利，私募加兵。什么问题？本王在江南待了10几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。王爷想说的，莫非是百姓冬日无菜可吃的问题？不错，今年江南遇100年大雪，百姓无囤菜习惯，过冬松菜尽被冻僵。本王本想从岭南运菜，奈何路途遥远，损耗巨大，1斤菜竟要数两银子，
你可有更好的法子？办法自然有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无需官府掏钱，只是私募加兵之事，王爷能给我多少名额？好小子，刚当官就敢和本王讲条件，20人，超过这个数，便不是你9品官阶能掌控的了。铠甲兵器，本王给。加兵住处，本王派人修。粮饷呢？算本王头上。加兵的父母妻儿。够了，到底是你招兵还是本王招兵？20个名额，铠甲兵器本王包了，其余自行解决。行便行，不行拉倒。行，当然行。还请王爷给下官准备些蔬菜种子，若是有蔬菜根茎，一并带来最好。此时非春耕时节，你要种子何用？莫非还能在雪里种菜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3日后王爷再来下官府中，便知成果。李信，末将在。去知府衙门讨些蔬菜种子，各类都要一些，再带些蔬菜根茎回来。末将领命。李信是本王征战多年的兄弟，林伯伤好前，让他留守方府，方便传唤华神医。本王公务繁忙，先行告辞，3日后再来听你回话。下官恭送王爷。兄弟，今日多谢了，若非你及时相助，我与阿奴、林伯恐难善了。方大人客气了，你说过叫一声兄弟，一辈子都是兄弟。再说我也没帮上太多忙，若你当时真杀了崔燕，我为保全自身，也只能将你抓去大牢。只是现在不能得罪崔家罢了。兄弟若是愿意，我方永在此保证，将来崔家连站在你面前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不知兄弟愿不愿意卸掉衙役身份，来做我的私兵？副使身份是10年拼搏所得，贸然放弃太过可惜。但方勇有知府撑腰，王爷赏识，此刻加入便是心腹，前途无量，可崔家报复，恐累及父母妻儿。方大人可否给在下一些时间？在下想回去问问父母妻儿，再做决定。理应如此。查卷宗招募人手之事，还望兄弟加紧些。若方大人是想招可靠之人，在下愿用身家性命担保一人。只是此人性格孤傲，能不能请得动，全看方大人的本事。哦，是什么人，竟值得兄弟用性命担保？丁彦平。丁彦平，我记得他。17岁为结拜兄弟报仇，怒杀县令全家，本是死罪，逢新皇大赦，改为死缓。后经新任县令重查旧案，洗清其兄弟冤屈，改判无期。只是后来便没了他的消息。方大人记性真好，他早已被释放，因是杀过人的牢犯，金陵无人敢用，已在朱雀桥边乞讨3年了。您猜猜是谁放了他？徐凤仙王爷。答对了。丁彦平入狱时，王爷还是知府衙门的小点狱司。后来王爷衣锦还乡，想招他在身边做事，却被他拒绝了。即便如此，王爷仍亲自担保放他出狱。连王爷都请不动的人，能不能归您所用，就看方大人的本事了。等府里稳定些，我便去找他。既如此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林伯，您受苦了。您看，我现在是官了，永武王府的幕僚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。今天您受的罪，我定让崔家10倍100倍偿还。不要让阿奴受任何伤害。药粉，快止血。白药，李信将军，李信将军，有人吗？您放心，我知道一种传承1000年的绝密药方，能快速愈合创伤。等李信将军回来，我立刻让人去配，您很快就能好起来。你累了，让我来。少爷，送阿奴去百花楼吧。阿奴不干净了，没资格再服侍您了。说什么胡话！阿奴，你记住，你是我方勇的女人，一天是，一辈子都是。除非我死，否则没人能把你送去那种地方。只是被撕碎了衣服而已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崔家所有人付出代价。谢家嫡女谢道韫前来拜会方家少爷，方少爷在吗？给我的家兵带来了吗？武元照，属下在。这便是需你们保护之人，合作结束前，全听他调遣。你跟我来。小姐，这方勇太不懂规矩了，要不要给点教训？先进去看看。留2人府中备用，其他人各拿100两，翻遍金陵城，也要凑齐这些药材，越快越多越好。属下领命。方公子买这么多药材，所谓何事？救人。救何人？我的亲人。方勇纨绔败家，4年前便被方家9族疏远，何来亲人？这是乌衣巷和朱雀街2家胭脂水粉铺的房契，我已打过招呼，你可随时接手。
我找人请大夫。少爷，我没事，只是捣药砸到手指，不耽误你正事。去请金陵最好的大夫。奴才而已。是谁把老伯打成这样？不怕官府责罚？崔家崔燕，想不到堂堂侯府嫡女竟会惧怕一个商户小姐。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和崔家不死不休。你若是怕了，我们之间的合作可以作废，你带着你的人离开。激将法吗？对我可没用，你只是我谢家合作伙伴之一罢了。我倒是不怕崔家，只是觉得你为了个下人与崔家作对不值得。至于你现在的价值还不足以让谢家去对付牵连甚广的崔家。商铺事宜已了，腊梅花明日一早送来，你炼制好后让武元照通知我，若无事我便先告辞了。李信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末将李信拜见郡主殿下。郡主，末将奉王爷之命，在这里听方大人调遣一段时间。看来徐峰先对这个败家子不是一般的重视，得赶紧回家找父亲商议对策。李将军，你为何称呼谢道韫为郡主？方大人可知银票的由来？难道是他？不错，10年前天下钱庄林立，四处钱币横行，货币不通，行商皆以金银交易，极为不便。谢道韫11岁时，借其父之手向皇室递交银票奏章，才终结了这一乱局。朝廷虽未明赏，却直接封其父为侯。后来他以国子监监生身份参加科举，17岁便位列总排名前3。若非女子不得为官的组织，便是当年的探花郎。陛下惜才，可封其为江宁郡主。只是他向来低调，一直以谢家嫡女自居。原来早在多年前，自己便与这位天之娇女有着云泥之别。方大人，方大人，把松菜秧和韭菜都拿进来吧。另外，劳烦李将军帮我把华神医请来，告诉他我这里有比他更好的金疮药配方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们拿些银票，分别去采购竹子和床铺用品以及粮食。是。吩咐完事情后，方勇专心打量着李信带来的种子和菜苗。除了白菜和韭菜之外，包袱里还装了不少莴笋和豇豆种子、晒干的茄子、带根的葱头、大蒜、姜、大量的绿豆和黄豆。让方勇惊喜的是，包裹里还夹杂了几颗辣椒子。少爷，这是什么？辣椒比茱萸辛辣100倍，是极好的调味之物。以前府上也种过番椒，供人观赏，没想到这就是它的种子。番椒难栽活，每年开春都有倭人带秧苗来售卖，却无人能自行培育。金陵城里不少达官显贵的后花园都种着玩。若能集齐辣椒种子，来年便可开设火锅店。若能联系上倭人商人，说不定还能找到红薯、土豆这类高产作物。金陵城有倭人的据点吗？倭人与我朝子民语言不通，且朝廷仇视倭寇，江宁范围内怕是难寻他们的踪迹。敢对老夫的女儿下毒手，方大人当真是好大的官威啊！崔家主的威风更大，公然闯入私人府邸也就罢了，还想对朝廷官员大打出手，崔员外就不怕受到朝廷的惩罚吗？惩罚？区区9品芝麻官，一个王府的家犬，就算老夫弄死你，他徐凤仙也不会多说什么。给老夫打！我不能死，重活一世，绝不能这么憋屈的死去。忠义侯府办事，闲杂人等统统闪开！你大胆，竟敢杀我崔府家丁，报上你的官职姓名！别说你崔府家丁，便是司封郎崔琰在此犯事，本侯也照杀不误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你说本侯敢不敢？竟是忠义侯兼平西大将军谢玄，他怎么会从京城回来，还直奔方府？大胆刁民，见到侯爷还不跪拜？草民崔元拜见忠义侯。金陵方家，本侯召了，你可有意见？草民不敢。敢不敢，不是你一句话能定的。把方家的东西留下，滚！草民遵命。多谢侯爷救命之恩。你该谢的是我家韵儿，若不是她跪地相求，本侯不会在意你的死活。谢道韫，他不是不愿与崔家为敌吗？为何会为了自己跪地求谢玄？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是。方公子要的腊梅花已经到门口了，出货时通知武元照即可。
赏花大会文斗，我曾允诺魁首可换一个力所能及的承诺，如今我救了你一次，承诺便当是兑现了。少爷，您受伤了，我去请大夫。不用，华神医快到了，你找些没用的破布、棉絮，用温水打湿送来。大人，药材买回来了。城西药铺说大叶龙胆草和老鹳草太廉价，无人售卖，需开春后去田间寻找。其余药材都齐了，这是剩下的3000银子。你叫汪成才，这3000银子你留着，再帮我跑一趟，买些鸡鸭鱼肉和配菜。今晚本官亲自下厨，犒劳大家。方勇取出100两银票递给他，随即打开包袱，开始分拣药材。阿奴端来湿棉絮，他将种子分类泡发。就在这时，武元照带着药材赶回，将包袱放下。大人，药材已购回，唯独缺少穿山龙，但部分药材质量优于市面寻常货。门外的腊梅花是否需要处理？搬进来放着，今日事多，暂不制作香水。武将军，你是忠义侯亲信？是。谢道韫安排的家兵，你有生杀之权。有，小姐吩咐，若方大人有令，包括属下在内，尽皆可斩。很好，天黑之前未归，且未带回大叶龙胆草和老鹳草者，劳烦武将军处理掉尸体。属下领命。小友这是怎么了？快快坐下，让老夫瞧瞧。是何人伤的你？崔家崔远，是忠义侯救了我。估计是你把毒眼变成食盐的消息走漏了，此事我会上报给王爷，当务之急先治伤。华神医，他伤得重吗？内伤，钝器所致，再挨2下性命难保。老夫开2副药，你分2次煎服当水喝，2月内勿做重活，可保无恙。方大人还懂医术？不懂，但我有一副金疮药方，可迅速止血促进伤口愈合，愿以此方换。华神医暂留方府，直至林伯痊愈。哼，狂妄自大！老夫行医70余年，什么样的金疮药没见过？你莫要以为懂些旁门左道，便敢妄自尊大。李将军借刀一用。方大人，你何必作践自己？居然真的可以！这药粉竟有如此奇效，神药，此乃神药啊！仅凭这止血速度，便可称得上世间罕有。若能用于军中，不知能挽救多少将士性命。方大人，方小友，方神医，老夫斗胆称你一声小友吧。华神医直呼在下姓名即可。那不成，小友这等奇才，老夫岂敢直呼其名？不知这药是如何制作而成的？只要华神医全力救治林伯，直至他痊愈，配方我双手奉上。劳烦李将军告知王爷，林伯痊愈前，老夫绝不离开方府半步。小友所制之药远胜老夫所用，还请准备热水，老夫即刻为林伯换药。热水早已备好，劳烦神医费心。你陪在华神医身边照料林伯，有任何需要随时告知我。是。我多加点钱，你们可否帮忙将竹子破成竹条？可以的。你们几个去后院扫雪松土。是。你跟我进厨房打下手。好嘞。你的刀工很不错。多谢大人夸奖。我在侯府主要负责做饭，150多家兵的伙食都是我一个人打理。有没有兴趣跟我混，脱离谢家来做我的手下？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娘说忠臣不是二主，我进入了谢家，主子们不赶我走，我便不能离开。你只是家兵，算不上臣。我观察过其他家兵都在排挤你，即便你再努力，也难有出头之日。与其在谢家埋没才华，不如换个地方，兴许能展翅高飞。我现在权势虽不及谢家，但永武王对我极为重视，我也有常人不及的手段。你若跟在我身边，我不敢许诺你位极人臣，但大富大贵绝无问题。能跟随大人做事是我的荣幸，但我如今是小姐的家兵，还需大人问过小姐的意思。有你这句话便够了。等你到了我麾下，我不让你做家兵，而是培养你做客栈主厨。今天我教你做第一道菜3参乌鸡汤，你去课堂的药材里取些党参、人参、丹参和黄芪过来。是。大人，所有家兵都已回来了。可有特殊情况？
有3人天黑后才返回，他们也是派去买药材的，家中皆有妻儿老小，属下斗胆想代他们求个情，希望大人能饶他们一命。带我去看看。杀了！大人，他们虽违反军纪，但念在初来乍到，可否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？本官说杀了。倘若不愿动手，你即刻带着人离开，本官与谢家的合作就此终止。是。我是大小姐的家兵，你无权杀我。武将军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那方家败家子不是咱们主子，凭什么听他的？杀！在这残酷的古代，人不狠，站不稳。前世受够了欺凌，我今生绝不再任人拿捏。处理干净尸体，告诉谢道韫、汪成才，本官要了。另外，帮我问问他能否弄几口铁锅来。别人的兵终究不可靠，还是得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兵。次日一早，方勇安排人搭建简易大棚，教会汪成才一道菜后，便让其一起出门赶往朱雀街。馒头已经结冰，吃下去有伤脾胃，还是吃我带来的吧。鱼是鱼，这不是面。你不是方家那个败家子，不，你是方勇，但这绝不是你能做出来的食物。这道菜叫鱼面，凡事皆有两面性。你说它是鱼，它便是鱼；你说它是面，它亦是面；你说它是鸡汤，它也可为鸡汤。判定规则的权利在你手中，为人处事亦是如此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当规则掌握在别人手中，便只能任人宰割。我想做的便是改变规则，而唯有制定规则的人才有资格改变规则。你想招揽我？我不仅想招揽你，还想创造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。但我如今连自保都困难，急需一个能护我周全的人。你想改变的太多了，还是回去做梦吧。多谢你的面。江南的天越来越冷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送件衣服。几月无衣，与子同袍。我住在知府衙门附近的方府，有需要随时来找我。等一下，那个方府还需要帮手吗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馋你做的面。只要你愿意，本官天天让人给你做，想吃多少就有多少。见过方家老爷，老爷是准备回方府吗？先去商铺看看。早在5年前，客栈就被我以500两1年的价格租出去了，而且租金一收就是20年。客栈靠近朱雀街中心区域，是用来开饭馆的绝佳选择。我得和客栈的掌柜谈谈条件，看能不能把店铺收回来。掌柜的，那败家子又来要钱了。放肆！说了多少遍，如今要叫方大人，不长记性的东西！恭喜方大人封官进爵。大人今日前来，可是要歇歇脚？快里面请，在下做东，请大人吃顿好的。大人今日前来，可是有何吩咐？掌柜的靠着这间店铺，近些年赚了不少钱吧？方大人说笑了，您看这寒冬腊月，连个客人都没有，能挣什么钱？若非前几日赏花大会带来几个住店的，在下连伙计工钱都发不起了。掌柜的放宽心，我今日不是来要钱的，而是来还你钱的。方大人是要收回铺子，这可不行啊！咱们的租约还有20年，您要是收回去，我一家8口可怎么活啊？方大人，在下这里还有些积蓄，您先拿去用，铺子的事。1000两，在下给。1万两，20年的租金我全额退还，铺子收回。方大人，您这让在下很为难啊！客栈虽受方家名声影响，但1年也有近2000两利润，15年便是3万两，15000两。大人，您这是逼在下做选择啊！这铺子于我而言，可是养家糊口的根本。2万两，不能再多了。成交！只要方大人拿出2万两银票，我立马带着伙计走人。立个字据为证，3日后我亲自送银票过来，你即刻安排伙计搬迁。好，好，我这就去准备笔墨。你身边有没有关系极好、信得过的兄弟或亲人？我想请他们到府中办事，月薪10两银子。但有一条，口风必须紧，若敢泄露府中之事，直接交由知府衙门处置。大人，我爹可以吗？他特别能干，只是个哑巴，也不识字，指挥起来可能有些麻烦。我娘生下来左脚就没有小腿，行动不便。
当然可以，抽空把你爹娘都接来方府，空房多的是，你照顾他们也方便。方少爷，我认识个人，是个退役老兵，挺靠谱的，钱不重要，只要给口饭吃，让他善终即可。他若死在方府，我会给他送终，不劳大人费心。要，当然要，快去接过来，我立刻安排房间。恐怕不行，还是先把你送进家门再说。快看，站在那乞丐后面的就是方勇，是他下令杀了你们的亲人。是他，他怎么会和方勇在一起？这位连王侯都招揽不动的孤傲之人，竟会护在方勇身边？方大人，属下已竭力劝说，可这些家兵亲属死活不走，非要找您讨个说法，我等只好在此等候您回来。就是他害死了我的弟弟。我儿子只是爱喝酒，你凭什么杀他？他还只是个孩子啊！打死他，让他给我们的亲人陪葬。接住了。他若是死了，人世间就没有这么好吃的面了。你们也是被迫的，我不想伤你们，你们还是尽早离开吧。我唯一的儿子都死在了方家狗杂种的手上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大家和我一起上，打死方家的狗杂种。还有谁想上来试一试的？老子再问一遍，还有谁？不想讨打的话，就给老子滚！方大人，带着你的人滚，让谢道韫换一批听话的人过来。方大人，您听我解释。滚！方大人，此事另有隐情。叫你滚，你没听见吗？昨日才让你处理尸体，今日他们的家人就来闹事，你敢说你竭力劝说过？告诉谢道韫，不要再用这种愚蠢的方式试探我，再有下次和谢家的合作立即终止。世界上可以有无数个谢家，但只有一个方勇，听懂了吗？成才，把门锁死，别让狗跑进来。是。谢道韫的家兵为什么会在你的府上？事情要从赏花大会的文斗说起。方勇向丁彦平阐述了赏花大会上的事后，两人查看起了后院的大棚，大棚基本搭建完成。你去一趟知府衙门，请知府大人邀请20名左右识字的农户来方府，我会教授他们如何在冬天种菜。告诉知府大人后，便可以去接你爹娘过来了，顺便把丁彦平说的老人家也接过来。是。你确定可以在这大雪之中种出菜来？随我来。你们有钱人的脾性真是奇怪，连屎都要专门找个房间存放。神迹，简直是神乎其技呀！天底下真会有这般神奇之事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现在看到的房间，我称之为温室。后院用芭蕉叶覆盖的空间叫做大棚，两者结合更适合冬季种菜，但目前受限于空间和土壤肥力，只能分开使用，增加些许种植成本。你是丁彦平，你怎么会出现在方家？这满地的菜苗又是怎么回事？快，李信，速去通知王爷。方勇说，这世上可以有无数个谢家，但只有一个方勇。若小姐再试探他，便立即终止合作。好大的狗胆！若非看在勇武王的面子上，本侯现在就提刀斩了他。父亲莫急，孩儿请了一人前来，待您见过，再做决断不迟。属下汪成才拜见郡主，拜见侯爷。你是来请辞的，要去投奔方家次子。招他入府的字据我已备好，成才，把你在方府的所见所闻给侯爷复述一遍。启禀侯爷、郡主，方大人拥有快速疗伤的药方，惊为天人的厨艺，更能在寒冬种出蔬菜。方大人对我极为重视，愿让我身患重疾的父母入住方府。你说什么？他能在寒冬种出蔬菜？是，小人亲眼所见，韭菜、蒜苗已长至指甲盖高。武元照说，方勇为流华神医，自割半指身伤口，一夜之间便只剩一道疤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身边多了一个人，父亲梦寐以求的定彦平。定彦平，竟是他！定彦平不仅武艺超群，更有一双识人的慧眼，
先皇曾言若有千里马，定艳嫔便是唯一伯乐。这样的人竟选择了方勇，此子若不夭折，日后必定权势滔天。允儿即刻挑选10个最听话的下人送往方府，务必教好方勇，绝不可再触怒于他。花儿，你跟随我11年，带上9个姐妹前去伺候方家公子，从今往后你便是方家的人了。你也去吧，他日有所成就，莫忘谢家缘分。是。大人，我把爹娘接过来了。谢家大小姐已把我当嘉宾时的字据还给我，我现在自由了，从今往后我就是方府的人了。这些人是？奴婢花满溪拜见主公。主公，我等是郡主从小培养的女兵，自今日起便是主公的嘉宾，只要主公不赶我等离开，我等誓死追随。我等誓死追随主公。既然你说誓死追随，那本官命令你在自己脸上划1刀，你可敢？要是我让你脱衣服呢？可以了。回禀方大人，属下是来做交接的，这些女兵已是主公的奴仆，与谢家再无关系。这是他们的卖身契，还有您要的铁锅也已带来。是因为冬日菜苗和白药配方吧？不完全是。他们好像很怕你。不是怕，是想要又得不到，想杀又舍不得。就像你的女人和别人好了，但你又很爱她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。那老头怎么没带过来？老先生说要准备见面礼，不肯空着手来。他穷的裤裆都是撕我衣服做的，能有什么礼？弟兄，你先安排二老和女兵们的住处，花满溪你随我来。方大人，铁锅放何处？放厨房。坐。你也不要怪我心狠，谢道韫心思太重，我只想体面活下去，不得不对你有所防备。属下从未与男子有过肌肤之亲，一时失态，请主公责罚。那就罚你不许动。好了，你可以动了，伤口较深，一会儿让华神医看看，争取不留疤痕。当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大庭广众之下和女人卿卿我我，成何体统？叔父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我的人受了伤，给他上药是分内之事，怎么就是卿卿我我了？你小子歪理多，老夫懒得和你计较，快带老夫去看看那些菜苗。叔父请随我来。是菜，真的是菜，奇迹，神乎其技呀！江南食菜之灾可解，百姓之忧可解。贤侄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快告诉老夫。叔父，您这一跪，小侄实在担当不起，您先起来，我慢慢说。快说，快说！这是通过改变局部空间气温，促进植物生长的办法，我称之为温室大棚。有了它，无论何时都能种植新鲜蔬菜。难怪屋内如此温暖。你请老夫找识字农夫，是想传授这种植之法？是我亲自教他们催芽种植，再由他们传授给其他农户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出半月，江南百姓便能吃上新鲜蔬菜。王爷，本王允许你只教出豆芽、瓮菜和麦芽的种植法，仅凭这3样，足以解决百姓吃菜难题。你亦可借此获利。不必了，赚钱的法子我有很多，不在乎这1星半点。你可知，从南越运来的蔬菜，可以在金陵城卖到10两银子一片。食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担君之忧。我既为官，便该为朝廷、为百姓、为天下苍生考虑。赚国难钱的事，我做不出来。好一句食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担君之忧。你这份大功，本王记下了。招呼农户们学习吧，我与知府大人有要事商议。这是瓮菜种子，催芽时需用温水浸泡3个时辰，再用湿布包裹，放置在温室中，每日洒水2次，3日后便可发芽。粪肥与土壤的比例需是1:3，混合均匀后要疏松透气，这样菜苗才能长得壮实。方勇在细心讲解，农夫们有不懂之处当场发问，方勇一一解答。汪成才在旁侧协助分发种子和工具。方大人，温室的温度如何把控？太低了种子不发芽，太高了会不会烧坏？白日可适当开窗通风，保持光照；夜间添柴保温，温度控制在2成左右，可用手感知，不冷不热为宜。王爷和叔父有什么事问我便可，为难一个家奴做什么？贤侄呀，老夫听说你做的面很好吃，这天都黑了，我和王爷都还没吃晚饭，你看能不能？饭是没办法做了，吃面行吗？
行，当然行。就吃那个什么鱼做的面。请王爷和叔父稍等，我去杀鱼。从外表看，只是比普通面条白嫩些，这般清澈的鸡汤，老夫倒是第一次见。香、鲜、弹、脆、爽，本王此生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面，即便是宫廷盛宴，也比不过这一口汤。再来1碗。老夫也再来1碗。再来2碗。老夫也加2碗。本王其实还能再吃1碗，看在你身上有伤的份上，就先欠着。你的内伤恢复的如何了？估摸着还要10天半个月。10天半个月，倒也来得及。1个月后便是江南道1年1度的除夕诗会，看在王大人的面子上，本王给你一个斗酒诗会的名额。下官多谢叔父，多谢。你先别急着谢，本王心中早有人选，半个月前参赛名单便已呈报。你的机会是王大人为你求来的，此番你不代表江宁郡，而是代表永武王府。身为江南节度使，临阵修改参赛人选，已是徇私。倘若你在斗酒诗会上给本王丢了脸，冬日种菜的功劳，本王可不会给你记上。如果下官获得了名次呢？2功并赏，本王给你连升3级。一言为定。你很狂妄，本王希望你在除夕诗会之后还能如此狂妄。工部派来的人已经到了，开采的盐矿明日送来。鉴于你身上有伤，我会让他们直接来你府上学习制盐技巧。本王还有公务在身，就不在这里逗留了。记住，哪怕是京城的一只山鸡，飞到金陵也是枝头上的凤凰。有些人若是得罪了，本王也保不住你。老夫也要回去处理公务了，改天再来蹭饭。叔父且慢，小侄有件事想和您商量商量。何事？小侄的饭馆过几日开张，想请您抽个时间，把知府衙门里的同僚请来捧场。你可要想好了，不说别的，但是以酒楼驿站为主要营收的崔家，就不是现在的你能招惹的。饭馆开张，便意味着你与崔家的恩怨摆上台面，届时他们在产业上给你的压力，谁也帮不了你。烦请叔父知会各位大人一声，腊月初8，小侄在朱雀桥望海客栈恭迎各位。罢了，能让定艳萍追随的人必有过人之处，话老夫会带到，人会不会去，就不是老夫能决定的。叔父之恩，侄儿谨记在心。行了，老夫先走了。老夫刚想让阿奴问你能不能再煮1碗，你就送来了。要是能天天吃到这么好吃的面，别说是给老友治病，就算一直住在方府都成。当然得王爷点头。过段时间在下的饭馆开张，会有比鱼面好吃100倍的食物。若您愿意出面坐镇，从今以后我方永开设的所有酒楼客栈，您和家人可随意享用。就这么说定了。有没有进宫廷御膳房的想法？老夫可以为你引荐，比如御膳房总管太监。华神医的好意，在下心领了。我来喂吧，你眼圈都比烧过的柴火还黑。今晚我安排下人看护林伯，你乖乖去睡觉。好，多谢老爷。老爷，林伯是彻底承认自己的地位了。林伯，您慢点吃。喂完林伯，方勇带着阿奴来到灶房，叫来汪成才一家，在灶房教授他们提炼腊梅香水的方法，吩咐3人轮流值守后，便带着阿奴回房休息。方家算是重新走上正轨了。我打算把制作香水的事交给你，府内的事务也由你处理。阿奴只是下人，怎么能管理他们呢？说什么傻话！你给我记住，你是方家的女主人，和那些下人不一样。安心睡一觉，明天开始好好适应这个身份。要是不能把府里的下人管理的服服帖帖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少爷，您真的打算娶阿奴吗？当然，在这被人看到不好，先进房间。少爷，少爷你怎么了？谁让你来的？奴婢来为主公侍寝。奴婢自认有几分姿色，身子清白，还请主公怜惜。滚！同样的东西吃多了，总要换换口味。奴婢是小姐从皇宫精挑细选的绝色佳人，主公难道不想体验？叫你滚，你没听见吗？还请主公体谅。来前小姐吩咐，我们要轮番为您侍寝，若是不从，这辈子都无法打直腰杆做人。我们也想入籍。入籍？我们都是小姐从耶幽亭挑选的女子，父母家人犯了大罪，我们因年幼被囚禁于此。男人会被阉割，女人要么做脏活，
要么成为贵族奴仆，没有籍贯，一辈子为奴为婢。主公能左右我们的生死，却给不了我们籍贯，只有听从小姐的吩咐，我们才有机会获得自由身。不是我们成全主公，而是主公成全我们。我们愿意听主公的话，只求主公让我们对小姐有个交代，换取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你自己睡吧，若是谢道韫问起，就说你们已经和我睡过了，只要你们服从安排，我不会为难你们。其实我是心甘情愿的。你好像很开心。他的腿是比我长，皮肤也白嫩，可他没有我大，也没有我漂亮。臭美，全天下的女人都没你漂亮。阿奴也是没有籍贯的孤女，若是被官府发现，下场或许比花满溪等人更惨。阿奴，我好怕，好怕失去你。少爷，你哭了？阿奴，做我的女人可以吗？我不想失去你，真的不想失去你。少爷，阿奴快要喘不过气了。傻女人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，绝对不会。小妖精，迟早有一天收拾你。最近你太累了，再睡一会儿。香水的制作方法你也知晓，以后提炼的事就交给你盯着。切记，除了汪成才一家和定艳萍，不许其他人进入厨房，那是咱们方家赚钱的根本。阿奴知道了。民妇拜见大人。伯母，快请起，您腿脚不便，日后不必行此大礼。都说了要注意休息，你们倒好，熬了一整夜。我现在要用灶头，你们再霸占着，全府10几个人怎么吃饭？快下去休息，否则我打断你们儿子的腿。是。一夜之间，腊梅花已处理了10只7发，全部提纯后，能有1个半水缸的量。按谢道韫的定价，能值3、4万两银子。大人，来的正好，将那些劣质大米拿去泡发一下。大人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今天教你做广式肠粉，大米泡2到3个时辰后磨浆即可，难处在于复制酱油的制作。是。郭腾出来，烧些热水给这老家伙洗澡，再给我几钱银子，我去买2件保暖的衣服。这就是你说的老乞丐？他怎么现在才来？头发上的冰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为了给你准备见面礼？为了这破玩意儿，他在秦淮河里泡了1天1夜，要不是我出去找，他现在还在河里冻着。果然是一件大礼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吃起来硬硬的，有点甜，很脆。这东西叫做红薯，产自世界另一块大陆。不过是个硬邦邦的红疙瘩，至于这么激动？红薯生吃口感一般，但煎、煮、烤后松香软烂，是难得的佳肴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含有大量淀粉，可提取成主食，而且它的产量惊人。大隋稻米亩产最高不过600斤，红薯亩产可达3000斤，最高5000斤。你就不怕我带着老乞丐捞进河里的红薯献给皇帝？以我的声望，至少能当个户部侍郎。首先，你不懂种植之法；其次，相信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理由。给钱，我去给老家伙买衣服。对了，记得煮大碗的面。你很喜欢吃面。人世间的面，吃一碗就少一碗，见一面就少一面。倒是个有趣的人。2人走后，方勇从红薯中挑出几10个，放进灶洞烘烤。我要让方府上下先尝尝这能改变天下的食物。方勇带着汪成才在厨房忙碌了接近2个时辰，将肠粉做出来后，方勇让汪成才将烤红薯和肠粉分发给府中下人。大人，这就是肠粉。谢啊，屌你老母，你个扑街，还不快去分给大家！太美味了，方府的早膳比太皇太后大寿时的宴席还要好吃。姐，昨晚你和主公缠绵了多久？他喜欢什么姿势？快说说，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。以后大家不用去侍寝了，主公看不上我们的。我不信，前2日我们还在吃鱼骨头，若不是姐姐俘获了主公的芳心，他怎会给我们送这么好的食物？姐姐该不会是想独占主公吧？今晚我去，我倒要看看方家次子的床上功夫到底有多高。有情况。荣亲王府大世子萧策，齐王府3世子萧瑟，工部尚书之子段誉，兵部侍郎之子龙轩，工部侍郎后人宇文拓，工部侍郎后人高德，工部少府监后人宋浩然，
工部将作监盐铁司主簿唐简见过方大人。鄙人京城黄远山，方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下官方勇见过诸位世子，拜见诸位大人。嘿，崔家，崔景言，此乃吏部侍郎之子崔进士，上一届科举及第，因为满16岁暂在工部学习。崔家年轻一辈，已有6名进士及第。下官方勇拜见崔公子。别来这套！我家大姐崔燕被你掐中脖子，至今未消，你说怎么办？这镰刀弧度正合适抹脖子，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让兄弟们帮你？够了，把刀放下！你算老几，也配管我崔家的事？小崔，算了，他姓黄，太皇太后的皇。哼，既然大世子求情，伤我妹妹的事就此结过。我等有皇命在身，10日之内必须学会读言辨识言之法，叨扰得罪之处，还请方大人多多包涵。黄远山偏袒自己，断欲中立，其余多是崔景言一党。接下来的10日，怕是难熬。你们先把盐矿敲碎，铁锅烧水，纱布洗净，我去找华神医。怎么回事？又被人欺负了？你现在是永武丸的家臣，谁敢这么大胆？是崔家的崔景言，还有一群京中贵族子弟来学习制盐的华神医，在京城多年，可知黄远山的真实身份。快坐下，我先帮你处理伤势。老夫常年给太皇太后治病，对他娘家人不熟，但玉门皇家与太皇太后都不是那些纨绔惹得起的。此事你放心，老夫马上修书一封，去太皇太后那里参上一本，让那些世家子弟都长长记性。李宪，一会儿把书信交给你，让王爷准备快马送往京城。华神医，这不太好吧？外面的都是贵族子弟，得罪了他们。那你是想得罪他们，还是想得罪老夫？属下不敢。还不快去！是。你的内伤要比之前更加严重了，伤口复原之前尽量不要干重活，否则伤口崩裂会让你的身体雪上加霜。此事老夫给你做主。谁叫崔景言？老夫最后问一次，哪里来的老匹夫，胆敢直呼本公子性命？放肆！晚辈萧策拜见华神医。景言拜见华神医，晚辈不知您造访，晚辈知错了，还请您看在晚辈年幼无知的份上，饶过这一次。小小年纪心肠狠辣，崔家怎生了你这狼子野心的东西？人给你叫来了，想怎么出气尽管动手，出了是老夫担着。他刚才用哪只手摸你？右手。哪只手摸的你，就废了他的哪只手。记住，你们的身份或许不同，但都只有一条命。没有家人是不幸，也是幸运。若有人逼急了你，以命换命，绝不亏。谢谢。此事就此结果。诸位世子是来学习制盐的，下官希望大家能专心学艺，高高兴兴回京城邀功，而非在府中为鸡毛蒜皮之事争斗。生火烧水，水温温烫即可。方大人都伤成这副模样了，还打算硬撑着教我等制作食盐？这是朝廷给你们的任务，也是永武王交给我的任务，在其位谋其事罢了。方大人之胸襟，在下所不能及也，在下为您烧水劈柴。大世子，您身份尊贵，怎能为这边袁小吏烧水劈柴？世子别碰这些东西，脏。要干就干，不干滚蛋。是。谁劈过柴，来教一教本世子。堂兄若是不介意，我可以试试。你来吧。方兄，盐矿已碎成粉末，水温合适，纱布洗净，接下来该做什么？先用纱布过滤锅中石子泥沙，再将稻草和木柴灰垫在锅底，大火烧开1刻钟，把清澈的盐水倒入第2口锅煮。你可先自行尝试，细节后续我会手把手教。方大人，我只准备了方府自己人的饭菜，贵族公子和农户来的突然，鸡鸭根本不够，尤其是那些王公贵族，怕是怠慢不起。粮油米面够吗？饭煮了60人的量，可菜够了。今天教你一种全新的烹饪方式，炒。方勇来到温室大棚，掐了葱段，
取来2口制盐铁锅，走进厨房。半个时辰后，花满溪和女兵们合力端着装满炒饭的铁锅走出厨房。主公，这究竟是什么烹饪方式？鸡蛋和米饭混合，竟能如此香浓。蛋炒饭馋了就先让大家尝尝。家中菜食不足，只能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黄公子不如尝一尝。香，还能再吃一碗吗？管饱。也就只有雁门关的乡巴佬才会把米饭吃得这么香。咱们从京城赶来做客，他竟拿搅拌鸡蛋的大米喂我们，这是把我们当牲口？连鸡鸭鱼肉都没有，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今年江南遭遇100年雪灾，百姓流离失所。这些大米和鸡蛋都是下官托知府衙门从官仓买来的。诸位若是无法下咽，下官后院还有20多名农户等着进食，可赏赐给他们。农户贱民吃的东西。方勇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把我们当贱民对待！葱花，真的是葱花，这饭好香啊！快给本世子盛一碗。这位齐王庶子分明是故意出面为自己解围，请世子品尝。是真的香，不仅香，还好吃。本世子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香的饭，都是本世子的，这一锅都是本世子的，谁也不准抢。葱花，大隋遍地大雪，百姓无菜可食。萧瑟，你该不会是看错了吧？真的是葱花，王兄快来尝尝，这米饭比太皇太后寿宴的玉盘珍馐还要美味。臭小子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何不早叫为兄？吃慢点，你吃完了我吃什么？太好吃了，这真的只是一碗米饭吗？和这炒饭相比，御膳房的山珍海味也不过如此。8碗，整整8碗，哪怕当年父王饿我3天3夜，我也没吃过这么多。这半碗饭熬成粥，足以养活一个农户家庭1天。还希望世子把剩下的这半碗蛋炒饭吃下去。不吃了，实在是吃不下了。世子，下官愿赠您一首诗，若您读完仍觉这半碗饭难以下咽，便请您将它赏赐给府里的下人吧。小小地方小吏，居然还会作诗，快写出来，让大家伙瞧瞧。大世子可是前科探花，你这是自取其辱。春种1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方大人之胸襟，我不及也。大世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敢浪费1粒米，老子打的你爹都不认得。掉在地上的也给我吃干净。学生诚心悔过，还请老师受学生一拜。老师是不想收我这个学生吗？萧策骨子里藏着常人难及的孤傲，今日屈膝拜师，不过是一时兴起，一旦热情退去，自己随时可能被视作草芥，性命难保。亲王世子的青睐固然是靠山，可这般桀骜不驯、不磨平棱角，绝不能轻易收为弟子。倘若世子能把提炼食盐的方法学到极致，下官便愿意和世子师徒相称。本世子已然放下身段，主动拜师，他竟敢对本世子提条件。好，先从最简单的劈柴学起吧。记住，达者为师，只要是你做不到，别人却能做到的，都可以是你的老师。若是放在京城，这一句诗足以让无数达官显贵争相结交。这般鲲鹏之才，不该困在江南一隅。你应该考虑去京城闯一闯。若是能借前来学习制盐的王公贵族铺路，短则3、5月，长则3、5年，必定能在京城闯出一片天地。翅膀不够硬之前，我是不会去京城的。一门6进士，即便华神医和永武王全力相助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去京城也只有死路一条。老夫在京城与这些王公世子多有接触，萧策本性不坏，又极为聪慧。你若收他为徒，对你日后大有裨益。不过这些人里，最值得拉拢的是齐王府3世子萧瑟、工部尚书之子段誉，还有来历不明的黄远山。还请华神医提点。段家是上古墨家后人，家族锻造之术传承1000年，只要段誉不犯大错，工部尚书之位迟早还是段家的。萧瑟更是个奇人，他是齐王府侧妃陪嫁侍女所生，这样的庶子本就不该降生，即便降生也多半会被抹杀。可他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接连扳倒数位嫡出世子，论心机城府，他不在你之下。萧瑟与萧瑟之间，我本就更看好萧瑟。那黄远山呢？他可能是太皇太后的族人，他脚上所穿名为踏沙靴，是于沙上行走，多见于西北大漠。
太皇太后的娘家玉门关便盛行此靴。玉门皇家是镇守边关800年的兵武世家，拥兵100万，500年来，皇室世代与之联姻，论实力仅次于皇室嫡系，便是王族子弟也要退避三舍。狗奴才，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你们整个方府的人都死定了！老子今天打死你！别打脸，别打，痛死我了！从小到大，我爹娘都没舍得打过我，你凭什么？本世子又没碰那个女人，为什么连本世子也要打？阿奴，少爷，阿奴没事的，阿奴只是来院子里打桶水洗衣服，阿奴没事的。少爷，谁干的？我再问一次，谁干的？一个贱婢而已，激动什么？带着你的女人回屋去，你尚且还有顾忌，而我百无禁忌。够了！你们难道要让整个方家万劫不复吗？为什么不反抗？我们都是罪臣贼子的后人，对王公贵族不敬，会死得很惨。怕死的话，现在就给我滚！本官最后说一次，我们都只有一条命，没有家人，是你们的不幸，也是你们最大的幸运。要是有人敢把你逼急了，以命换命，不亏。怕死的，现在都给我滚！滚回谢道韫那里去！我方家需要不认命的跟随者，而不是任人摆布的废物。我季心雨从不认命。我也不认。横竖都是死，这种受制于人的憋屈，本姑娘早就受够了。他们不是姑奶奶的对手，这些臭男人要是敢再碰姑奶奶一下，姑奶奶提刀去京城宰了他们全家。能吃到主公亲手做的面，就算是死在方府也值了。属下花满溪，愿为主公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们是谢道韫的人，我只是力保你们在本官的府上不会受到欺凌。赴汤蹈火的话，还是留着对谢道韫说吧。记住了，本官的女人你们碰不得。小姐可以让我死，但为了你，妾身甘愿赴死。你们带阿奴回房休息。是。你刚才太冲动了，把阿奴带回来就行了。为了一群奴婢去顶撞那些风流成性的王公世子，不是自断后路吗？照你这样闹下去，没被别人弄死，就先把自己玩而死了。总有一天，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我们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把他们所有人都踩在脚下。总有一天。如何？还觉得自己能改变什么吗？能，需要时间，需要人，和你一样值得信任的人。不好找，不过我恰好认识那么几个，要是能吃到更好吃的面的话，说不定我可以给你介绍介绍。以后有机会了，我再给你做。那以后有机会了，我再给你找。老师，除了黄远山叫不动，其他人我已经全部叮嘱过了。在京城，夜游亭出来的女人，本就是王公贵族府上消遣的工具，他们在京城玩乐惯了，所以才没把方府的女兵看在眼里。学生已经叮嘱过所有人，这样的事情，学生保证不会再发生，也绝不会有人敢用刚才发生的事威胁方府。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学生想请教老师，午膳时饭里的那些葱花是从哪里来的？当然是种出来的。种出来的。学生诚心请教，老师就不要打趣学生了。不信，你自行去后院看看，后院还有20位农户在种植蔬菜。公子，我真的不是方府的下人，我只是来方府学种菜的。我还要尽快熟练大棚蔬菜的种植手艺，好回村子里教大家种菜。还请公子放过草民，不要耽搁草民的时间。公子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您就放过我吧。你们去忙吧。世子，这些人都是知府衙门安排过来的农户。听这些农户的意思，方家次子是打算无偿把所有蔬菜的冬日种植方法传授给普通百姓。方勇的心胸竟宽广到如此地步，将这般秘术无偿传授出去，无异于主动放弃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机会。他不仅是我的老师，也是天下人的老师。还有几件事需要向世子汇报：一是方家次子打算在朱雀街开设食府；第二件事，司封郎向朝廷申请休沐，已经在回金陵城的路上了。下官猜测这两件事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勾连。我本有心帮老师一把，但现在，倘若世子决心要拉拢方家次子，不如把王爷请来给崔家一个威慑。
父王在朝中替陛下打理朝政，是不会轻易离开京城的。盐不一定，菜也不一定。但倘若盐菜再加上这个人，王爷就算不过来，也会让您代表王府表个态。他在方府，在下官都打听过了，传闻当今天子都求之不得的王佐之才，就是刚才揍咱们的那位。想学种菜了？大家都想学。你把茶几抱起来，茶几不能放下，把茶几上的杯子拿下来。学生明白了，学生一定会专心学习制盐技术，直到制出的精盐让老师满意为止。不是让我满意，是要你自己满意，其他人也一样。正所谓贪多嚼不烂，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制盐技术能让自己满意了，可以给朝廷交差了，就可以去后院学习种菜了。根据永武王的吩咐，下官只会教授你们10天，10天时间能学到多少东西，全看你们自己的本事。还有，叮嘱好那些王公贵族，不要在本官的府邸里惹事，我的命很贱，不值得你们陪葬方府。学生向老师保证，包括崔谨言在内的所有人，绝不会再给老师带来半点麻烦。你猜的不错，那些王公贵族看到后院的菜苗以后，私底下都派人往官驿送了信笺。据我猜测，要不了多久，就有大官来捧场了。不过是开个酒楼饭馆，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饭馆是我重整方家建立的第一个产业，方家以后的其他产业都需要以饭馆为依托，这是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食盐和蔬菜的事，金陵城应该已经人尽皆知了。崔家如果还要置我于死地，利用崔谨言下杀手，是最好的办法。如今崔谨言在我手上吃了瘪，却选择忍气吞声，不做任何反抗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崔家已经有了其他应对之法。崔家的大人物要回来了，想要重振方家，唯有自救。华云虽然名望颇高，但在官场的影响力并不大。那些王公子弟背后的人，才是我未来道路上最好的垫脚石。想法很好，但你又怎么能确定他们会来？仅靠食盐和蔬菜，自然不能把他们诱惑过来。但加上你就不一样了。好家伙，我不过是想吃到你做的几碗面，你倒好，连我的人都想要了。我必须和你说清楚，我只是在方家帮你做事。等老头哪天撑不住驾鹤西去了，我便不会留在方家受你约束。河里的那些红薯都打捞上来了吗？估计一半都不到，河面已经有结冰的趋势。今天能捞上来多少是多少，预计加起来不会超过2500斤。厨房灶上还有2个烤熟的红薯，你拿1个烤熟的，1个生的给李信，让李信给永武王带句话。亩产3000斤以上，饭馆7日后开业，需要1封圣旨，能给种在地里天下人一起吃，不能给方府留着自己吃。用天下人的温饱换1封圣旨，太不值当。你可以索要更多。我现在为了天下人，以后天下人会为了我。得到的多，失去的也会更多。有些东西以我现在的权势是留不住的。正所谓有多大的本事赚多大的财，守财也一样。如果我拥有的财富和权势与自身实力不对等，那么得到再多也只会给别人做嫁衣裳。人，我现在最缺的是人。我只是一个付出劳动，在方府换取面食的下人。李信貌似已经回到方府了，我把你的话转达给他。启禀主公，府外有个叫做甄德帅的人前来投奔。快把他带过来。甄德帅拜见主公。起来，花满溪，快把他扶起来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叫一声兄弟，一辈子都是兄弟，不必行此大礼。情义是情义，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。让主公久等了，衙门那边的卷宗比较多，耽搁了好几天才得以脱身。我翻遍了知府衙门这10年来的所有牢犯资料，再加上多方打听和了解，认为可以任用的人都在这里面了。知府大人知道是主公要用，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我把这东西带了出来。再辛苦兄弟一件事，我希望由你来帮我挑一些人出来。现在需要酒楼饭馆的杂役，最好还能挑出20个能打的家兵，其他可以做家奴仆从的人，只要你觉得信得过，咱们都要。饭馆的杂役，厨子很快就培养好了，事后你来当掌柜，以后饭馆的营收你拿2成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记录下来的人我全部都打听过了，大部分都可以招揽。不过如果想要予以重用的话，有3个人需要主公重点关注，说不得还要主公或者丁彦平亲自去请。张须陀力大如牛，并且和崔家有深仇，是个值得拉拢的对象。
骆百川的伶牙俐嘴，整个知府衙门都深有体会。金陵城再也找不出比他嘴巴更厉害的人了。若非此人所作所为有违礼教，连知府衙门都想任用他。至于季布，此人和定艳平干过架，单论拳脚功夫，和定艳平不相上下。而且此人剑术惊人，我曾亲眼看到他射落过100丈高空的麻雀。此人颇有名气，而且心高气傲。我听闻崔家家主崔元增亲自出面邀请过他，都被他断然拒绝了。这些人当中有铁匠吗？有，和我还是同村，算是远房表亲。这人叫罗锅，因为私挖铁矿被官府缉拿，在牢里关了整整5年。罗锅坐牢以后，妻子跟人跑了，铁匠铺也被官府查封，如今只能在村里靠修补农具维持生计。罗锅现在孤身一人，主公要是想招揽他，我随时能把他带过来。那3人先不急，你先去把这位铁匠还有你认为有用的人都请来，有多少我们方府便要多少，只要诚心为我做事，月俸10两银子起步，愿意效忠我的俸禄还可以更高。是。因为有萧策约束着一众王公子弟，方勇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2天后，方勇安排汪成才将第一批腊梅香水运往谢府。谢家验收后来到方府。方大人，这是我家小姐结算的本次银票，一共3万两。好，5天后第2批会送到。方大人，接下来咱们该干啥？该去把客栈赎回来了。方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可是银票准备好了？2万两1两不少，你们迅速撤离。是，明天我就带着所有人撤离，还你一个干净的地方。5天后，第2批腊梅香水顺利出炉，方勇又入账5万两，方府所有房屋全部重新修缮，下人奴仆达到了100人。主公，牌匾已经挂在了客栈的大门上，粮油米面全部备好。饭馆的20名伙计正在连夜杀鱼，谢府送来的10名女兵和方府招的10个家兵也都在饭馆附近值守。目前准备的食物足够5000人食用，明日天一亮，饭馆就能准时开门迎客。你那边呢？有什么消息？好消息没有，坏消息倒是有2个。2位亲王和6部的大臣都没有出现的迹象。崔家那边，司封郎崔琰已经回到金陵家中了。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任何对饭馆不利的举动，是大起还是大落，就看明天了。老爷，百花楼的老鸨徐云云在外求见，说有急事找您。徐云云此刻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让他进来吧。哎呦喂，我的方大人，你可把我们百花楼害惨了哟！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老娘就撞死在你们方家的门墙上。你百花楼出事和我方家有什么关系？还不是因为你得罪了崔家。崔家大小姐带人到我百花楼闹事，把方大人你以前玩过的那些姑娘们挨个打了一遍。200多个姑娘，有100多个挨了鞭子，被打得连床都下不来了。这样下去，我们百花楼还怎么活啊？苏小小呢？她没有受伤吧？苏小小倒是没事。可我那100多个姑娘全挨了鞭子，10天半个月都接不了客。方大人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以后我每月免费给百花楼供200瓶腊梅香水，这份补偿够不够？腊梅香水在外10两1瓶，200瓶便是2000两，能这么白白便宜了我？方大人有话不妨直说，老妈子可经不住这般诱惑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日后我有新物件要宣传，你们百花楼得帮我搭台造势，只要你答应。不止腊梅香水，往后所有新品香水，百花楼免费使用。当真？当真。好，方公子真心待我。我也给你说件事，我听说你那饭馆明日开业，崔家买了大批狗血，要往你店里泼呢。徐妈妈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狗血是驱魔辟邪的东西，既然崔家要给我泼狗血，那我便陪你们演好这场戏。主公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客栈出事了。不知道是什么人，趁夜往咱们的饭馆泼了好多狗血。人抓到了，都是一群在金陵城鬼混的乞丐和小瘪三，泼了狗血就跑，根本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。留几个人在府里听从华神医差遣，其他人全部随我赶往客栈，挂天施相，焚香祈愿，开坛做法，放辟邪尺，以求平安。我早就说过此子会有办法，现在如何？本小姐亲手宰了他。你要是踏出这道门，明天崔家就要倾尽全力把你从大牢里捞出来。
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那杂种把饭馆开起来吧？父亲让我陪你闹这一场，是想让你看一看方家次子的手段，给你好好上一课。你是崔家嫡女，半年后便要嫁入京城，金陵这点小打小闹不值一提。该嚣张的时候，你要比谁都嚣张；该隐忍的时候，就要比谁都能忍，懂了吗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只想早点弄死方家杂种。你且放心下来，父亲自有安排。去那杂种的客栈看看吧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